今天呢，我们不做心理分析，因为今天又听说又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就是水逆嘛。我们对，没错，就是每次就是水逆那个感觉，姐夫都灾情惨重。对对对，水逆呢，这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这一次就是从昨天嘛，9月28，然后一直到10月19号。为什么没有什么火逆啊、金逆啊，或者是土逆之类的？我们现在头顶上的木土天海冥全部都在逆行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特别讲，但是其实就是这些社会行星跟外行星，他们每年至少都会逆行一次，而且一次逆行大概逆行从6个月到8个月不等，就是每个行星其实都会逆行。像金星逆行会影响到我们的什么？金星逆行就会比较多感情，就是尤其是有另外一半的人会有比较多的牵扯，又或者是说他会跟比较多艺术从业人员啦，或者是说跟一些对于价值观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议题，对，也会有影响。它会跟水逆有一点点像，但是有比较多的着重的部分。那火逆呢？火逆的话，当然就是火星掌管的东西，就是其实从我们的脾气管理，那个时候 EQ 管理就特别备受重视哦，比水逆的时候还要受重视。然后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的冲动，还有一些跟性欲或者是肉体方面或者身体上面，可能也要稍微注意。爱发脾气这件事情是跟个人修养有关，是吧？其实有时候也要看，就是火逆它发生的宫位。如果火逆发生在8宫这种共同资源，或者是本身就掌管性爱的宫位的话，其实在那个期间，就是特别容易因为一些性爱方面，然后产生一些纠纷，然后甚至是可能为了钱跟人大打出手之类，而且那个钱还不见得是完全自己的钱，可能是自己跟别人一起的钱，或者甚至为了一些债务而吵。哦，原来是如此。我本来以为你要讲火逆的时候啊，在性的那个方面啊，可能就会无能啊，或者是会比较不顺。对某一些落的宫位来说，也可能会比较不顺，也要看当时火逆它落的星座在哪里。结论就是呢，当你有性冷感或者是性无能的方式的时候，请怪火逆啊。并没有，有时候跟自己的火星落点跟火星它是否刑克也会有一些关系。那讲到水逆好了，那水逆为什么大家现在会比较更关注在水逆上面？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到金逆跟火逆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跟情感有关，火逆可能跟性爱有关，或跟运动肢体有关。可是我今天就是一个不爱运动，就是一个宅男，或者今天就是一个单身的人，没有任何的暧昧对象或任何发生连结的对象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好像金逆跟火逆对你的影响好像可以避免的状况变得相对的容易。可是水逆呢？水逆它掌管的是我们的心智跟我们的语言交流，甚至是我们的科技3C 跟教育。你不可能不说话，而且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交流这么方便，而且用3C 产品很多。对，一天到晚都是3C 产品，然后而且你资料备份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电脑啊。那而且甚至我们之前也讲过，水星也掌管什么？书写。所以有时候你记录下来的东西可能也会遗失啊。所以不管你用不用3C，水星在我们现代社会是无孔不入的在影响着我们。就像是骆师傅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这个录影之前呢，的确电脑就出问题了。我觉得就是姐夫非常大胆，就是在水逆的时候跟我讲要录这个东西。我想说水逆的时候能够不录影我都不想录影，尤其现在又是云录制，真的是很让我苦恼。在这次水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什么东西？这次水逆其实大家想说天秤宫好像是一个你好我好的一个公关型的星座，它逆行应该还好，不会像去年水逆天蝎啦那种很人性丑恶或者是贪婪的那个展现。但是很不幸的这次我们的水逆呢，它刚好会跟我们在摩羯宫的冥王星形成一个克相。那摩羯它掌管什么？之前我们也讲过摩羯当然就是跟我们的政府啦、军事啦、男性主义、社会阶级
会有关系。所以当水星逆行在天秤宫，然后又同时跟我们的冥王星形成一个4分克相的时候，我们往往其实从前阵子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很多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会有很多黑道威胁啦，或者是说语带比较有心机的一些威胁性的或者是语言的威胁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资讯上面的威胁包括同盟上面的威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国际上会有很多那种同盟组织也开始画起自己的小圈圈，而且那个小圈圈会有自己的政治意图存在。那同时你也会看到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水星进到天秤逆行的之外呢，我们的火星跟太阳也会进到我们的天秤宫。可是偏偏呢，天秤宫对于火星跟太阳来说都是一个失势跟陷落的位置。那它同时又会跟我们的冥王星刑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军事演练，而且那个军事演练里面呢，充满了各种的威胁的意味，会比以往的只是大秀肌肉的军事演练更清楚的那种威胁性或者是恫吓性。然后甚至我们在社会新闻上也会看到很多大打出手的，或者是说讨债的暴力行为，或者是一些对比较直接性，然后为了意图，感觉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啦。对，但是对政府官员这个是要注意的。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讲，因为骆师傅跟我讲说，在这次水逆期间呢，不管是你是小三小王，我觉得你会很想听，但是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顾及到一般凡人哈。我们就把我们12星座里面那个每个星座可能在这次水逆中间要注意的哪些点，我们请骆师傅来跟我们说一下。好，那这一次呢，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白羊座的朋友哈，那白羊呢这一次水逆呢，我们重人缘反而还不错所以如果你是业务相关的人员呢，其实是很适合发展你们在工作上面的这个不管是客源啦，或者是跟客户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要留意的是，跟我们的长官、上司，或者是我们的前辈或比较年长者之间的互动，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就觉得你倚老卖老啦，然后可能夹杂着一些你知道水逆嘛，判断失准，而引发一些纠纷或者是冲突，这样就不好。那同时呢，跟另外一半的关系要注意，是不是太忙于加班或太忙于工作而冷落另外一半了呢？那最后呢，也要提醒我们的白羊朋友们就是我们对政治或者是宗教有热忱是好事但是如果说变成了一种狂热或迷信的时候，可能就要稍微克制跟留意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金牛座的朋友。金牛座是这一次水逆我觉得算是重灾区的一个星座基本上我们工作上面好像非常的风光，然后受到长官啦或者是大家的认可，然后有很多的责任在你身上，但是要小心跟外部国际厂商或者是其他部门的可能交涉可能就没那么顺利，甚至可能会被摆了一道。所以尤其如果有任何跟法律相关的事情，要先搞清楚，以免被背了黑锅，然后还要负一些刑事责任，那就可能比较麻烦。同时呢，在健康方面，金牛也要注意是否有比较失控啦，包括体重血糖啦，或者是说我们太过量的饮食而导致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双子座的朋友。双子座的话，其实这次的我们师长缘还不错跟教授如果跟研究专业人员互动也会比较流畅那而且在进行一些国外事务的接洽的时候呢，也比较顺风顺水。但是比较多的是说可能你在工作上面的积极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而且同时你可能一些私事或者是一些过去比较不光彩的事情，不包含感情，也可能是其他你在工作上面各方面的一些黑历史可能会被起底。那至于有想要怀孕计划的双子朋友们，倒是可以把握这一波好好的努力如果没有的话，就好好做好防备那另外的话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投资还有一些房仲、仲介、经纪工作方面的双子朋友呢，这一次会有一种财中在险中求财的一个感觉。那而且甚至呢也会有一些破财的状况，但是那个破财你自己心里知道，它会有一种是花钱消灾的破财，而不是刻意的花费所形成的一种金钱的浪费。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到我们的巨蟹座的朋友了。巨蟹座的朋友这一次很明显会感受到我们跟家中的长辈，尤其是男性的长辈，或甚至是跟室友，在沟通上面可能就会有一种鬼打墙的一个状况产生，而且甚至你会觉得被他们好像有某种程度上的语言威胁或语言绑架，但是你往往也会觉得说，哎，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所以也让你有一种无奈的感受。那在工作团队上面呢，其实我们在跟人家合作或跟人家互动的时候，贵人跟小人其实是轮番出现，所以因此防人之心不可无啦。我们当然就是也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谁才是真正对我们好，而谁是别有用心的人。好，那再来的话呢，是我们的狮子座的朋友。狮子座朋友这一次比较多的是可能我们跟街坊邻居啦，或兄弟姐妹啦，或者是闺蜜死党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口角不顺不愉快。那工作上面虽然说我们的跟人家谈合作谈合约，可能好像还没那么多的困难，但是往往可能会我们在我们的下属，或者是我们的部门里面的晚辈，可能会变成一个有一点扯后腿，或者是说搞不清楚状况而让你感到无奈的一个情况，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他们，然后多提醒他们一下。那如果说是有准备比赛考试的狮子座朋友们，基本上你们这一次因为水逆的关系，所以让你们记忆方面学科的考试表现可能没有像你们实作或者是面试方面来的优秀，所以在配比在考试的这个攻略上面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好，那再来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处女座的朋友啦。这一次处女水星逆行，那当然也是我们处女的守护星在逆行哈。那这一次其实我们的偏财运真的很差如果你要什么抽奖啊、摸彩啊、扭蛋或者是签赌，我觉得就先不要哈，赔钱就算了，可能还会被耍老千。好，这个就是先忍着。但是工作运倒是不错。工作运倒是反而我们即便没有我们水逆之前平常的那种机灵表现，但是这次可以感觉到是傻人有傻福只要我们努力工作认真工作，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贵人或专业人士会给我们一些协助。那爱情方面的话当然我就觉得玩乐心态的试水温的就先免咯，小心被反将一军。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天秤座的朋友啦，天秤座朋友也是这一次我认为就是水逆期间的一个重灾户啦，因为水星逆行在自己的命宫嘛，所以基本上天秤座朋友这时候格外的就会有一种比较头脑不清晰的状况产生，而且其实因为冥王星的刑克，所以也让我们平常就是 EQ 很好、沟通能力很强的天秤座容易陷入一种负面的情绪或比较负能量思考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尤其是这种状况如果发生在工作啦，或者跟家人相处上，如果因为这样子而太武断，然后太以偏概全的时候，可能就会淹没了你的工作能力跟才华，然后让别人不买单，这样真的还蛮可惜的哟。好，再来是我们的天蝎座的朋友，虽然今年我们的水逆没有水逆在我们天蝎命宫了但是因为其他星象的关系，我们的天蝎座这次水逆反而也要留意所谓的爱情的骗子。好，他们看上你可能不见得是看上你的人，而是看上你的附加价值，可能你的钱啦、你的身份或者是你的头衔等等。好，那当然还有这一次水逆呢要格外留意，就是很多时候你越用力的想要去把事情沟通清楚的时候，反而越不顺遂，而且会让人家觉得你在强迫人家听他们说话。其实我们放轻松，那我们就是不要那么的绝对的想要表达什么，反而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流畅一些。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射手座朋友了。射手座朋友呢，这一次我们格外的不要相信任何的内线消息或网络上宣称能够一夜致富啦，或者是说有一些很夸张不实的广告哈。那同时也要避免任何非正当或者是说走后门的一些机会或者是交易，这都容易惹来麻烦的。那同时呢，跟家族中的长辈或者甚至是房东或者是家族中的一些成员由于他们的一些懒散或者是不在乎，其实往往也会让你觉得很恼火这时候就是我们的情绪控管稍微注意一下，不要那么急，给他们一点时间跟机会吧。好，再来是我们的摩羯座的朋友。
摩羯座朋友这一次的水逆反倒会比较多的是跟母亲、家中的女性，或者是说一些女性的长官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纠葛让你会特别的感觉不舒服。而且在工作方面呢，你也格外的有一种就是自己很难做主，然后很难发挥自己的那种窘境。那同时呢，我们跟兄弟姐妹啊、闺蜜死党，或甚至是邻居的一些迷糊账、搞不清楚的东西，就会再次的被翻上台面。那如果刚好又是女性的就是姐妹，或者又是女性的邻居的话，那可能又会是双重的影响。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摩羯座在这次水逆也尽量谢绝各种非必要性的社交活动，都会容易有一些莫名其妙超展开的剧情发生，这可能不是你乐见的。好，那再来我们的宝瓶座的朋友。宝瓶座的朋友呢，这一次我们比较留意的是，可能是跟我们的远房亲戚或者是公婆亲家公亲家母之类的，比较容易发生一些不愉快，而且可能在差旅行程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开心或者是说比较不顺畅的事情发生。那另外如果说有转职打算的宝瓶宫的朋友，恐怕也会有一波三折的一个状况。那但是也不急，我们就慢慢看看有怎么样转职升职的好机会，我们再来努力。那同时呢，也要注意，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信仰很好，但是我们不要被教条给绑架了。那在网络购物或交友上，也容易因为受骗上当而有破财的情况，要稍微注意哦。好，那最后呢，也就是我们这次另外一个我也觉得算是重灾区的一个星座，就是我们的双鱼座的朋友双鱼座的朋友呢，这一次其实各种债找上你，不管是感情债，或者是真的是金钱上面的债，或者是说人情债，这个其实都会变成你心烦意乱的焦点。而且呢，这一次你会可能很想要去促成某些事情，很想要揪团做某些事情，一开始都很好，可是往往之后容易都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纠纷或争执。那同时呢，这一次也会有一些机缘，会格外的让你去思考人与人的业力互动、疾病或者是生死方面的议题。那当然不管是任何负面或者是任何的考验其实回归到我们灵性善良的智慧，其实都是我们纾困的关键。听完刚刚那个骆师傅讲水逆这件事情，我发现我的上升是在天秤，但太阳在天蝎，我觉得感觉是那个2倍的灾难要在我头上感觉就是一个容易遇到爱情骗注的重灾户这样子。所以好，就是这3个礼拜尽量就是少那个就对了，少拈花惹草，或者是有人来攀搭的时候就多一点戒心啦，我觉得是比较好。好，这个我懂，但是你刚刚也有讲啊，就是例如说像我觉得摩羯座很恐怖，像Sunny老师就是摩羯座啊。我觉得你就是要阿斋啊、小 No 啊，这个要小心。还有一个双鱼座嘛，对不对？对，双鱼座这点蛮惨，但是摩羯座比较多是跟我觉得是跟妈妈或者是说女性长辈、女性上司之间的关系如果跟其他的话就还好真的是比较多烦恼的可能就是双鱼啦，就是一堆莫名其妙的事情，或者是以前相关的事情都会找上自己小赖要小心哈。好。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是12星座的那个水逆求生指南就哪有那么快？哪有那么快？你知道现场应该有很多的小三跟小王都想知道他们在水逆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之前骆师傅就跟我讲说，这些人要特别小心啊，到底要小心什么呀？今年呢，我们的这一次的水逆是在直接掌管我们夫妻宫的天秤宫里面，所以就是说夫妻议题或者是情侣之间1对1的议题，可能就会有某种程度上的着重，再加上这次的水星呢，又是跟我们天蝎座的守护星冥王星产生刑克，所以也就是说也带出了一点地下情，或者是说这一段关系不这么单纯的这种意味。那再加上其实从9月27也就是我们的水逆前一天开始，我们在双鱼宫里面的海王星也不安分了，它跟我们在射手宫里面的
婚神星，又是我们天蝎座掌管的另外一颗小那个守护星哈，也产生刑克了。所以其实婚神星又更指了，就是我们在婚姻关系或者两人共产关系上面的一个不理性或者是一个模糊的一个状态。那再加上海王星的这种没有边际的能量，所以其实很多那种不伦的情感关系啦，可能小三小王以外，可能我们也会看到所谓的渣男渣女、绿茶婊 ，anyway， 就是这方面的这种情绪议题以后也会被关注，而且是端上台面。那甚至呢，可能因为婚神星，我们讲的结婚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结婚一定是我们的财产会一人一半嘛，这法律上会有规定。所以如果说今天你们是有一起创业的伴侣，那可能这一次也会在这个部分会有很多这方面上面的争执。那如果说又陷入了比较复杂的情感关系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复杂的情节会发生。怎么你讲，我的脑中就突然出现一个一个的人这样子。其实不只是姐夫，因为其实从水星的缓速期开始，就是我们9月28的前一个礼拜开始，其实有各个不同的你知道渣男的故事开始涌入到我的耳朵里面，不管是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他们也太有默契了吧，就同时就是把这些讯息传过来，虽然不见得是这个礼拜才发生，但是都是那种发生了很久，他忍不住了，他告诉我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每一个渣男真的很没创意，而且这超自私的，就是那种甚至我有遇到那种就是你今天就是要分手了，然后之后你还要吃人够够的那种状况。真的假的？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水逆的这个分手潮跟离婚潮呢，其实你不要只看到我们的10月19号的这个水逆结束。为什么？因为10月22号的时候，我们的金星会直接的从我们的天蝎宫进入到射手宫，跟我们的婚神星合相，然后继续的跟海王星产生刑克。所以就是说，水逆之后会有一个分手的回马枪，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渣男的那个逆袭，或者是绿茶婊的逆袭，就是他们可能就觉得不伦就不伦啊，要不然你要怎么样？然后甚至他可能会逼宫，把正宫就是逼到就是退位自己扶正，甚至是这样的剧情其实都有可能在金星、婚神、海王的刑克的这时候发生。我怎么听起来是好像是好事因为你说在水逆期间你就会不好，但是之后呢，你有可能会逆袭，感觉是要飞上枝头做凤凰啊，或者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那种感觉。其实这种就是你知道爱情里面就是很有名的那一句嘛，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那只是说因为有海王星跟婚神星的这种不理性的能量介入，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多价值观你就会开始混淆了。就一开始明明就是背叛的这个议题，或者是不忠的这个议题，好像是让人家觉得不能够接受的，可是结果因为金星跟海王星的美化，而让你觉得说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也是为爱了挣扎了很久，而让你好像可以开始原谅这一些一开始你不那么接受的一个价值观。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对或错，因为对不对？因为你可能就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啊，对不对？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灵性的考验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对于你之前的原配，其实我们之前在讲到人际合盘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其实婚姻关系或者是配偶关系，不仅仅只有金星或火星这种罗曼蒂克或性欲来掌管我们两人关系。对，我们也有土星所掌管的责任啊，我们也有木星所带来的有福同享啊。那可是有福同享跟责任并不会让你感觉有浪漫跟喜悦。那如果你今天因为这个浪漫、喜悦、新鲜感而抛弃了跟自己曾经在一起很久或拥有过所谓的承诺的人，那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只是这个选择他有没有办法经得起考验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了，这是每个人的选择，说不定你当小三扶成正宫之后难去预测说会不会又有另外一个小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人生课题，就是杰夫之前一直很嗤之以鼻所谓的人生课题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三好了，然后你今天扶正，然后你最好就是让你现在扶正这段关系真的就能够修成正果直到永远，因为其实如果没有的话，你同样的课题又会再来一次，又会再来一次。其实我觉得在每段关系里面，其实就是合则来不合则去，不管是在爱情上也是，或者在工作上也是，就是这样。如果大家不开心，你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对不对？其实这是我认为的啦。对对对。因为其实或许也是因为我本身金星跟天王星其实是在一个很和谐的相位，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包括什么开放性关系啦，或者是多偶关系，或者是说分偶关系等等各种的感情互动关系，其实我觉得我的接受度是蛮高的，但是重点就在于当事人有没有办法接受。那当事人能够接受，我觉得就不会有所谓的小三小王或者是渣男或者是绿茶婊这一类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会变成渣男、绿茶婊、小三小王，一定是你瞒着对方嘛，或者是对方不同意嘛，对方无法忍受嘛，那你最后还硬要来的时候，那才会成为问题。要不然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是多偶关系或开放关系的朋友，他们也过得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说那个是他们的选择，我是祝福他们的其实对啊。每个人的选择真的不一样，但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去 judge 别人，是因为不晓得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他们的故事才会这样。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开放式的想法，因为其实我相信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任何事情都有它背后的灵性意义，也都会让我们成长或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大家如果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同意。但是如果有觉得我觉得好像还蛮有道理的，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一下，好，那告诉我们你自己的想法。对，原来今天求生水逆手册，水逆求生手册，你水逆了，开始口齿不清。我们赶快结束这一切吧，我觉得越录越头脑混沌。对，我觉得我这3个礼拜就在家好了。好请好好保重。好，祝大家那个水逆期间，祝大家那个水逆期间一切顺心啦，又顺心。对，拜拜。好，拜拜。